想成功，先发货。我预见战前方，第一次富三代，拼命才能富时代。开路！我叫潘生，是一名程序员。在进入那家该死的诈骗公司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的人生会沿着技术的道路平稳前行。我自认为技术过硬，在之前的在线教育平台，我本应获得更多的重视和晋升机会，可现实却给了我狠狠一巴掌。公司提拔管理员时，那个技术远不如我的同事，仅仅因为他父亲是公司高层，就轻而易举地拿走了我梦寐以求的职位。那一刻，心中的愤怒和不甘交织在一起。技术能力在关系和背景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这一刻，我决定离开这个辜负我的地方。我要离职了。离职？去哪儿啊？行了，萤火，新加坡的游戏公司。不愿意尝试新的技术和价格。转天，我心情激动地踏上了前往新加坡的飞机。一个名叫安俊才的领班操着一口奇怪的港普做起了自我介绍。他表示自己来自新加坡，是萤火的领班。公司你不是湖南人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啊？拍下你手机就可以了。我正在因为我高超的黑客技术而感到骄傲时，他又告诉我们一会需要在晚内转机，需要在机场停留10个小时，并表示要带我们看看当地特色。到达晚内机场后，安俊才将我们的护照收走去办理转机。随后，我跟着大部队上了大巴去市里游玩，街上的异域风情让我心情大好，也让我对光明的未来充满期望。在街上，我刚对远在故乡的父母送去平安，就看到一群地痞流氓将我们围了起来。他们二话不说就将我的同事们一顿暴揍。看到此幕，我赶紧转身就跑。就在我以为逃脱了那群恶霸的魔爪时，忽然被一块木板击中头部。我有2个手机啊，难行。黑暗中，我只能听到大巴车的轰鸣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我的头套被摘下时，我发现自己竟在身处一个陌生的庄园内。我姓陆，是这边的经理。之后呢，各位为我工作，谢谢配合。我配合你8个村子给我东西，让人回家，让人回家。不出所料，我们又是一顿棍棒教育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我心中科技王国的场景彻底破碎。随后，陆炳坤带我们参观园区，他骄傲地介绍着他们所扩展的业务：炒股、挖矿、网游、电商、博彩，只要能挣钱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。当我看到所谓的千门八将的诈骗体系后，让我对诈骗的认知遭到了降维打击。这里每个人分工明确，这也让我第一次知道诈骗居然都能做到如此猖獗的地步。正将组，他们负责写程序、增改网页；这排全是脱将组，负责网络安全，底薪就3万块钱，业绩好还有提成。随后，陆炳坤带我来到了诈骗的核心区域——赌场。轮盘骰盅21点，斗牛、炸金花、龙虎斗、百家乐，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了的。中午吃饭时，陆炳坤询问我们是否加入。我知道现在的我们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向他们低头。直到安俊才的手枪抵到我的头上，我才知道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。随后我们被送往诈骗老窝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这里竟是一所学校，这一个象征的未来和希望的场所，竟被诈骗这个黑暗的行业所污染。他们将学校内的一个仓库简单的改成宿舍，仓库里人满为患，却没有一丝的人情味，每个人脸上都是无奈和绝望。转天，我被带到技术区，安俊才让我用爬虫技术来采集用户信息。虽然我深知这一步会让更多无辜的人倾家荡产，但是现在的我宛如屠宰场里的牛羊，根本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。为了能够逃出这个地狱，我撕下纸盒的盖子，在上面用多国语言写出求助信息。我本想着来到卫生间，将纸条从窗户扔出去，可是他们早就有防范，这里所有的窗户都被封死。慌乱中，我踩碎了小便池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厕所竟然还有别人。可意外的是，他并没有揭发我。经过询问得知，面前的女孩是为了挣钱主动加入进来的，她只要完成500万的业绩就可以回家。我一听就有了求生的希望。随后我们便做了个交易，我帮助她完成业绩，她在回国后帮我通知家里人救我。随后我通过爬虫获取的非法信息定位到了一个叫阿天的研究生。我从大数据中获取到他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爱好，他们通过获取到阿天的资产信息，精准制定了诈骗计划。我利用狗推的身份向他发送出加密的求救信息，可对方却一心想挣大钱，全然没有理会我的信息。当我再次听到阿天的消息时，
他已经倾家荡产，跳楼自杀。年会上，所有人都因为业绩的突破而举杯庆祝，没一个人对阿天的死产生愧疚。空气中杂着贪婪的血腥味道，众人好像已经融入了这个无边的地狱，仿佛他们也是这里的一份子。宴会的中途，陆炳坤喊我到台上，他表示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在这黑暗且无边的日子里，我早就已经忘了今日是何时，更别说我的生日了。当然我知道这次给我过生日只是他收买人心的一个小手段，可是我不得不承认他做得很成功。陆炳坤告诉我，不是他们坏，而是那些被骗的人贪。他说的那些义正言辞，对我并没有一丝的动摇，并且还让我更加坚定要逃出这个地方。转天我找到陆炳坤，告诉他我想通了。我告诉他，人工狗推效率太慢，我可以用程序做一个全自动的人工客服，到时候就可以替换掉这些人工。我本想着用节约成本的理由让他把那些人放走，他听到我的计划后也是十分高兴，甚至给我安排了独立的宿舍。结果事情还是被我想简单了，陆炳坤并没有将狗推放走，反而是将他们低价卖给了其他园区。回到宿舍，我意识到纸币作为高频率流通物，能更好地将信息传递出去。我决定再碰碰运气，于是我将全球紧急求救电话写在纸币上，试图将求救信息传递出去。几天后，公司安排我出去游玩，正好借此机会都给家里报个平安。大巴车上，我将纸币交给安娜，因为安娜是主动来的，所以他们很少管她。结果他们的谨慎让我超乎想象，我的计划被识破了，我的一条腿也被打断。好在因为我是人工客服的主要工程师，陆炳坤不敢把我怎么，可是安娜却遭了殃，她不仅被拔出了指甲盖，更是为了以儆效尤，陆炳坤让安俊才将他石沉大海。就在我以为我逃跑计划无望时，却在馒头里吃出了一盒火柴。火柴盒里装着一个纸条，按照里面的内容，用打火机点燃羽毛球，触发学校的防火装置。直到我被救出时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天安娜并没有被杀死，安俊才竟破天荒地将安娜放走。法院判决陆炳坤涉嫌诈骗、绑架、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，处以死刑。回到国内后，因为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参与犯罪，并且有立功表现，所以被判定无罪。我与安娜和阿天的女友组成反诈宣传小队，向学生们宣传如何防范电信诈骗。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我希望他们能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。